上一世女孩替妹妹下乡成婚，结果发现老公一家都是极品，公公不仅娶过4个寡妇，甚至12个孩子有8个不是他的。但小姑子比公公更离谱，没结婚就生了3个孩子，关键还不知道孩子的爹是谁。而婆婆更是极品中的极品，不但偷女孩的嫁妆，还和村里的无赖合谋玷污她，导致女孩含恨而亡。好在老天爷怜悯她，让她重生到了被谋害的这一晚。我竟然重生了！既然老天给我这次报仇的机会，那以前那些欺负过我的人，今后我要让他们10倍偿还。看到无赖正在靠近他，林七墨快速跳下床，用凳子把无赖敲晕，然后迅速去生产队找帮手。大晚上的有事吗？而队长一家见到林七墨都很意外，林七墨并没有急着说话，而是让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。高家人不懂什么梨花带雨，只觉得他哭起来让人心疼。别哭了，谁欺负你了？我给你做主。队长，我本是躺在床上睡觉的，忽然我听见门外面有动静，我婆婆偷偷跟一个男人说话。一句话已经让队长家人瞪大眼睛。难道林期末的后婆婆找野汉子？我婆婆和男人合谋对我图谋不轨，然后被我发现敲晕了男人，现在他还在我的房间里。高家人都惊了，原来不是婆婆找野汉子，是婆婆给儿媳妇找野汉子。高启山看着林七墨问道：“这是你想怎么办？”这是我口说无凭，得有证据。我想请队长带人抓住这个男人，然后再找我婆婆评理，省得别人以为我胡编乱造冤枉他。好，我们一起去，只要抓住这个人，我保证给你做主。他们一起来到林七墨的房间，只见男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高启山走过去狠狠地踢了男人。村庄里突然响起一声男人的惨叫，高老三家的院子热闹起来。张赖子被捆着跪在地上，看热闹的人站了一院子。怎么了？这是小偷？哪个不长眼的人偷高老三家？他家除了拖油瓶还有什么？哈哈哈哈！高老三他正站在人群里，好像这是别人家的热闹。朱秋芳站在他身后，脸色铁青，微微颤抖。这个蠢货怎么被人抓到了？事情办成了吗？他看了一眼林期末，咬牙站出来。队长，我们家没丢什么东西，这事就算了吧，大家都散了吧，明天还要上工呢。众人确实准备散了。此处偷鸡摸狗不是大事，更何况是没偷着，被抓到打一顿放了，就是正常流程。大家等一等，事情不是这样的，是我听见我婆婆让这男人玷污我的，然后麻烦队长大叔帮我抓人的。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？他冷冷地看着朱秋芳，众人顿时炸锅了。婆婆指使野汉子偷媳妇，这消息劲爆的把我们都整不会了。我没有，你血口喷人，明明是你自己偷人，却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。我看见过好几回你和张赖子滚草垛，你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他的。哇，这消息也挺刺激。林启墨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据说他本来再有个定了亲的男朋友，刚到我们村又被一个男知青猛烈追求。有人看到他们一起从小树林里出来，后来他嫁给高远3天就怀孕了。高远有那么准？你看见过好几回，那你之前怎么不说？我都是为了高家的名声，不跟你一般见识，没想到你却反咬一口，你个黑心烂肝的。朱秋芳越说越顺，真像那么回事似的。你都看见过几回？什么时间、地点，详细说一说。第一回就是你和高远结婚前一天晚上，你们在知青点后面的小树林里，我去拾柴火看见的。第二回就是高远走后第2天傍晚，在村头的磨坊里。第3回就是村里分粮食那一天，我让你去拿粮食，结果你半天不回来，我发现你们在村头学校里鬼混。第8回就是今天晚上，我去屋后拿柴火，撞见你和张赖子在你屋里，没想到你看事情暴露了，立刻就把屎盆子扣我头上，你好厉害呀！朱秋芳一口气说了8次，越说越顺，连细节都有。时间地点选的也合适，都是适合偷人的地方，我非常佩服你的应变能力和瞎编能力。众人都信了，目光炯炯地盯着林期末，人群里几个男人的眼神更肆无忌惮。我们来说说第一回，我和高远结婚的前一天，我在知青点哭了1天1宿，直到第2天早上高远来接我过门，所有女知青都能作证，对吗？人群里也有来看热闹的女知青，听到他的话立刻点头，这件事他们印象很深。林期木是京城来的，据说父亲还是个当官的，结果被迫嫁给一个农村兵，我们都非常同情，劝了他1宿。还有你什么时候捡过柴火？家里的柴火都是几个小孩子在捡。是这样的，他们家的柴火也是小孩子捡，大人哪有时间？而且谁半夜捡柴火能看见个鬼？再说第2回，高远走后第2天，那天小队长说农忙要开始了，大家集体干活出粮食，从早上一直忙到后半夜都有人。你后半夜又去磨坊了吗？看到张赖子了呀？你跟他一起去了吗？可惜你去了，我没去哦。那天我和小姑子因为睡觉抢被子，后半夜还打了一架。众人顿时嗡嗡，然后哄笑。先不说这是真的假的，但是林期末说话挺有意思的。朱秋芳和张赖子，不可能，你都是瞎编的，你怎么可能记得这么清楚？你可以记得清楚，我为什么就不能记清楚？第3次，村里分粮食的那天，小学那天正好放假，没人，地点倒是挺合适。你看，你承认了吧？你都承认了。
可是那天你第一个领到了粮食，然后马不停蹄的就背了50斤回娘家，晚上天黑了才回来。因为这个公公跟你打到半夜，你是什么时候让我又去领粮食的？什么时候找我找到学校的？哇哦，这也太刺激！人群简直尖叫起来。朱秋芳这个事很多人都知道，因为年年都是高老三家第一个领粮食，也年年第一时间往娘家送，年年要挨打。高老三沉着脸看着朱秋芳，我上辈子就有个好记性，虽然不是过目不忘，但是也差不多了。现在重生了，我记得上辈子发生过的任何细节。众人闹哄哄得看着朱秋芳，证明林期末说的事情都对上了。朱秋芳刚刚的指控都是撒谎。张赖子一直阴恻恻地盯着林期末，突然露出个鬼笑。林期末眼角的余光也一直在他身上，手里提前准备好的石头狠狠砸下去。他们早就好上了，我早就想撕烂他的嘴，现在终于实现了。石头尖锐把张赖子的嘴唇砸得稀烂，回头哽咽地问到高启山：队长大叔，他们2个要害我的命，应该受到什么处罚？现在生产队的权力非常大，队里发生的只要不是杀人、小打小闹、偷鸡摸狗的事，全由个生产队决定怎么处罚。高启山叫过2个民兵道：一人打他们50个大嘴巴子。我没有撒谎，我是记错了日子，但是我真的看见了，都是他嘴硬不承认。当家的，你救我，我被打了，你脸上也没光啊。高老三这个人最要面子，顿时皱眉对林期末道：都是一家人，她还是你婆婆，干什么要打要杀的？哪有你这样当儿媳妇的？我要是你，现在就该好好想想，张赖子凭什么为他做这种掉脑袋的事情？他们到底是有多么深的关系？他隔3差5回娘家，真的只是回娘家吗？说你们到底什么关系？我豁出去名声不要了，也要去县里告张赖子。朱秋芳和他同罪，民不举官不究。但是我如果真去告，到时候传出去，外人再提起高家屯生产队，就是婆婆给儿媳妇找野汉子那个生产队，嘎嘎嘎，全生产队都跟着丢人，最丢人的就是他这个小队长。高启山立刻对民兵道：打断张赖子一条腿。但是到朱秋芳这，他却有些为难，他小声对林期末道：打断你婆婆手脚不合适，手脚断了不能干活挣工分，受损的还是你们自己家，还得让人伺候她吃喝拉撒，凡事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你还要在高家生活，现在把朱秋芳得罪死了，到时候的3个孩子打你怎么办？道理我都懂，但是他都找人要我和孩子的命了，我却轻饶了他。今天眼睁睁看着的人都会觉得我好欺负，谁都想来爬我的床，反正大不了挨50个嘴巴子呗。林期末目光炯炯地扫视周围的人，重点是男人。以后谁再想害我，我就踩断他的命根子。现场的男人顿时夹紧双腿，不敢再看林期末。林期末来我们村子快1年了，今天说的话却比他1年的都多，而且说的头头是道，有理有据的。难道他肚子里的孩子真是高原的？林期末没理会众人的视线，他在人群里找了找，就找到了目标。高枝，你帮我把被子拿到知青点去，我今天在知青点住。女人每出一次门，家里就会丢失50块钱，但奇怪的是，房门并没有撬动的痕迹，甚至物品都没被翻找过，这根本不像是小偷所为。于是她先假装出门，然后躲在暗处偷偷观察，却看见她的闺蜜悄悄走进房间，拿走了抽屉里的50块钱。原来只要看见林期末出门，闺蜜就会趁机偷她的钱。把钱拿出来，把钱拿出来，把钱拿出来。期末，我只是借用一下，下个月就还给你。小小，看在我们认识多年的份上，今天你只要把借我的钱都还了，我就不报警了。期末，你不要瞎说，我什么时候借你钱了？上个月你就借我50块，当时你说你妈生了重病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还我？苏小的表情瞬间僵了，他妈根本没有病，如果让家里人知道他用这个名义撒谎，还借了钱，他就完了。你这是什么表情？你不想知道你妈的情况吗？还是说怕谎言拆穿，他们管你要钱？苏小的爸妈也是极品，极其重男轻女，他就是替他哥哥下乡来的，如果知道他手里有钱，肯定会想方设法要走，才不会管这钱怎么来的。没有，我就是没想到你是我最好的姐妹，以前都是我不好，以后我会。以后你记得还我钱。我们现在来算算账吧，从小到大你一共管我借了多少钱？苏小薅林期末的羊毛当然不是薅一次，是从小到大都薅。1、2年级的事情我不记得了，从3年级开始算吧。你一共借过我2块5， 4年级借过5块6， 5年级。没想到你记得这么清楚，连1分2分的事情都记得。所以说好姐妹呢，你都是装的吧？我一个借钱的，为什么不能记得清楚？反而是你一个欠钱的，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是根本没想过还吧？苏小的表情一僵，林期末又叹口气对众人道：也不是我非要记得这么清楚，你们听苏小说过我的事情吧？我有个记账本，花的每1分钱都要记下来，结果我所有的零花钱都被苏小借走了。你们要是不信的话，我可以把记账本拿来，我们一起对账看。众人一看，一个有证据敢对账，一个不说话不抬头，谁真谁假一目了然了。离他远点，多亏我没借。苏小几个月之前还管我借过钱。哎呀，你一说我想起来了，他也管我借过钱，可惜我又没钱，没借。啊，我借过他3块钱，苏小还钱。我也借过他3毛钱，因为不多我也没好意思要，原来人家是没想还啊。苏小顿时被围攻了，眼泪真的掉下来了。
林期末像拿出欠条让苏小签，苏小一看上面的金额，竟然高达380块3毛5分，顿时想吐血的心都有了。他赶紧把字签了，不想让林期末再说些什么。所有人都意外地看着林期末。林期末有那么多钱，还借给了苏小380块，可是笔巨款，别的农民家一年可能赚个50块、60块，这是一个家庭的全部收入。一头大肥猪，4等的只能卖50来块。苏小脸皮僵硬，拼命朝林期末使眼色。当初他不是告诉我财不露白，不能让别人知道他有这么多钱，也就不能对外人说他借过钱给我。你这是什么表情？咱俩从小一起长大，你朝我借钱，我就没让你打借条，这事你不会不承认了吧？那我可要写信给你妈，让她还了。你看你说的什么话，我就是气你才露白了。你也说了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，比亲姐妹还亲，我是借钱不还的人吗？林期末嘴角微翘，其实他上辈子输的也不冤。看看人家这话说的，又给我挖坑，又破我，又没说他到底借没借我钱，到底借了我多少？那你管我借的钱到底什么时候还？你也看见了，高家我是回不去了，现在全身上下除了个铺盖卷，什么都没有，我得吃饭啊！你什么时候还钱？钱钱钱，三句不离钱。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俗？怎么不假清高了？你也知道那钱是给我妈救命的，她现在虽然好了，但是还没上班，没有工资，等她攒够了钱邮寄给我，我肯定第一时间还你。所以如果你妈不还，就是你妈的问题，不是你的问题了。你当初说高家人靠不住，我用的东西都留给你用了，我把我所有的钱都借给你，现在我1分钱没有，下顿饭都不知道在哪，难道你还不还我钱吗？苏小的脸通红通红的，表情却是比他还委屈。期末，我真没有钱，接到我妈生病的信，我都邮寄给她了，1分都没留。真的没有？1分都没有？真没有。林期末顿时不好意思的看了高枝一眼，高枝顿时眼睛一瞪。好啊，原来你没有钱，竟然骗我！我不管你是借也好要也好，你现在必须给我5块，不然你的铺盖也别想要了。这是我最后的东西了，没有它我就得冻死。你去苏小身上看看吧，他喜欢把钱缝在内衣口袋里。林期末朝高枝使了个眼色，伸手比了个1，高枝一愣，扑了过去，一把抓住他上身内衣，眼睛顿时一亮。我摸到了一大把钱，哇，什么情况呀？刚刚苏小说的那么坚定，我们都信了，结果真有钱，花花绿绿，有零有整，38块3毛5分。就这是真没有？1分都没有？这是纸吗？那就都给我吧。苏小还敢去抢，林期末一巴掌拍在他的脸上。真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。我没有，我不是，这钱是人家的。你是不是想说这钱是你刚刚借的，给你妈看病的？你找谁借的？我们现在立刻就过去对质。苏小心中划过几个人选，有2个挺合适，选谁呢？这世上除了我还有谁能对你这么好，不打借条就借你这么多钱？苏小瞬间感觉后背一凉，所有人选立刻都用不上了。你没有第2个可以替你圆谎的姐妹，如果是男的，那你们就是不正当关系。苏小的心上人在京城，他绝对不能坏了名声。你手里既然还剩下这么多钱，那到底是你妈没生病，还是你把钱扣下了？这又是个送命题，是苏小撒谎了，还是他不孝顺，亲妈要死了他还扣下救命钱？苏小嗷一声捂住脸跑了出去。我真没想到他是这种人，我以前对他那么好。众人赶紧安慰他，又是个被闺蜜欺骗了的大傻子，大家都同情他。明天早上你来找我，跟我去个地方，我再给你1块钱。高枝顿时点头如蒜宝。林期末这一宿睡得有些不踏实，所以天亮他就醒了，刚醒就看见高枝站在门口。今天要去哪儿啊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两人出了知青大院，直接往村外走。嫂子，你要去公社吗？买点吃的，还有棉花，太冷了，顺便再给我家里写封信。在70年代，过期的鸡蛋糕是万万不能吃的，但重生的林期末不仅不在乎，还专门挑店里过期的吃。同志，我再提醒你一次，过期的蛋糕是不能吃的，你吃坏肚子可别找我们食品厂。可林期末听后非但没停下，还一口气炫了3块过期的蛋糕。同志，你们食品厂是不是要倒闭了？这件事厂长上午才跟我们说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，我能帮你们食品厂度过这次难关，麻烦你带我去见你们厂长。原来林期末之所以吃过期的蛋糕，是因为前世这家食品厂倒闭，跟蛋糕的配料和工艺有很大关系，而他只要把这家食品厂救活，那他离发家致富自然就会更进一步。厂长，这位同志是京城来的林知青，他说能让我们食品厂扭亏为盈。林知青，我们厂已经半年没发工资了，只要你能让食品厂不倒闭，我愿意一次性给你400块报酬。嫂子，快答应厂长啦，我们高家屯还没有一家能拿出400块呢。我不要你们的400块，我要当你们厂的副厂长。京城来的人就是不一样，400块钱是一锤子买卖，当了副厂长却是一辈子的买卖。行啊，可以的啊，只要你能让我们厂不倒闭，我们厂正好有个副厂长的缺呢，给你又何妨？郭大军的眼神又有点怀疑了，小姑子则是崇拜的看向林期末。上面是怎么跟你们说的？
是下通知让你们限时解散，还是业绩再不达到什么标准要解散？下了通知，年后就解散了。我现在让你当这个副厂长，你也没有工资领，更没有过年福利，你是图这个来的吧？胆子倒是挺大的。你话不能说得太早，你们只要听我的，我保证厂里今年的过年福利是全县头一份。郭大军淡淡的看着，全县福利头一份，他做梦都不敢做这种。那你打算现在怎么做才能把厂里救活了？我要用5斤面粉、30个鸡蛋和1两白糖，还有你们的锅碗瓢盆。郭大军顿时站起来，你们走吧，我没空陪你们瞎胡闹了。你们是不是饿了，想大吃一顿？林期末从兜里掏出4块钱拍在桌子上，一脸认真的看着厂长。这些够买5斤面粉、30个鸡蛋了吧？我不是来骗吃骗喝的，我是真想当这个副厂长。你也没有别的选择，要么赌一把工厂起死回生，要么就回家指望别人养。他现在没有别的选择了，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林期末拿着东西来到车间，郭大军跟在他身后想进去，却被林期末拦在了门外。我的配方目前保密，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很快车间传出了一股霸道的香味，是他们从来没闻过的，一下子就把他们的脾气抚平了。这是什么鸡蛋糕？好香好香呀，简直太香了！这也太香了吧！大嫂，什么时候能烤好？我好想尝一尝。快好了，火候不变，再等一会就好了。上辈子林期末的师傅都是各个菜系顶尖的，每个师傅都说他非常有天赋，已经青出于蓝胜于蓝了。随着香味越来越浓，我们差的是原材料鸡蛋，没有鸡蛋做出来还不如馒头。但是刚刚林期末拿的鸡蛋配比正常鸡蛋糕要少许多，香味却好10倍不止。郭大军深吸一口气，我做了20年鸡蛋糕，原来都白做了。我今天准备的材料还不够，大家先将就着尝尝吧。众人已经迫不及待了，一人拿起一个尝了尝。怎么这么软？怎么这么嫩？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鸡蛋糕。鸡蛋糕竟然还可以做得这么软嫩，还有股不可描述的香甜味道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就用30个鸡蛋，1斤面粉配6个鸡蛋。这配方我们也用过，根本做不出这种味道，反而有些拉嗓子。林期末只是笑笑，那里还放着5个煮熟的鸡蛋，1斤面粉只需要配5个鸡蛋。这配方太重要了，他拿着这配方去任何糕点厂都能要来个工作。现在你就是我们厂的副厂长了，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？您觉得呢？我们现在怎么做好？我带着这些鸡蛋糕去县食品厂，他们这次肯定会给我们原材料，让我们继续生产的。都被人逼到这份上了，他竟然还这么天真。不过顶头上司天真，对我来说是好事，嘿嘿，好忽悠。这鸡蛋糕是我现场教我小姑子做的，她第一次做没发挥好，原材料也差了一些，还没达到我想要的水平，不如我多做几炉，发挥稳定了再说。新手第一次做的都这么好吃了，还说没发挥好，那发挥好了得什么样？他们顿时期待起来。郭大军犹豫了一下就同意了，他信心满满的觉得这鸡蛋糕一准能入县食品厂领导的眼。那你继续做，做得更好更入眼，也不差这1时半刻的。我还需要牛奶，没有牛奶的话，奶粉也是行的。郭大军有些心疼，这次林期末也动手了，他亲自配料，亲自搅拌。第2炉烤出来果然更细腻软嫩了，因为加了牛奶，味道好了不止一个档次。郭大军看着几大筐鸡蛋糕激动坏了，这产量都比我们之前高出很多，大小跟原来一样，数量却多了很多。谁还敢说我们食品厂做的鸡蛋糕不好？谁还敢以这个理由开除我们？我这就去给县食品厂送去。你等一下，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。郭厂长，既然我已经是副厂长了，那咱们分一下工，以后你管人事调动，我管生产和销售，你看怎么样？郭大军心里一松，看着林期末的目光彻底没了防备。年纪小就是阅历少，管人大才叫管，才有当厂长的样子，管事那叫吃力不讨好。行行行，以后生产和销售都你说了算。好的，那你就听我的，先不给县食品厂送了，我们把这些面粉都做了，然后把东西卖出去，卖的钱给大家补发工资。一句话就让所有人都站在了他这边。郭大军看着众人如狼似虎的眼神，对的，就不能给他们送，不然都是肉包死打狗。确实，你送1筐，他们就惦记其他筐，我们今天烤这些都得被他们拿走不可。可是都卖了，怎么证明我们的鸡蛋糕好吃了？如何把食品厂经营下去了？果然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怪不得这些人能凑一哦，都是实心眼。我今天只用了20斤面粉，还剩几十斤呢，以后再烤就是了。可是我们没有钱，大家几个月末发工资了。众人一想也是，都看向林期末。郭大军有些不好意思，你们还真的穷啊，我兜里还有几块钱，等这些鸡蛋糕卖出去了，我们就有钱了。只要大家听我的，我保证年前大家的工资都能补发下来，过年福利也是全县头一份。众人表情扭曲的看看他，看看他身后一堆鸡蛋糕，左边脸是相信，右边脸是怀疑。我明天要带几个人去省城卖蛋糕，你们有谁主动报名的？众人一听说要去省城卖蛋糕，大部分人都犹豫的往后躲。陶娟，
你也去吧，我看你能说会道的，干销售肯定是一把好手。事情就这么定了，今天就到这儿了，我得赶紧回去收鸡蛋了。别看这顶破帽子上都是汉字，其实帽子下藏着一颗顶尖的商业头脑。不信你看，别的商贩都把摊位摆在闹市，而他却摆在了国营饭店门口，这样他的顾客就都是有权有势的大佬。但他并不看重零卖这点小钱，他先让领导们试吃给出评价，再用这些评价宣传自己的蛋糕品牌。可当崔经理看到10块钱1斤时，身体也不免打起一阵寒战。你这1斤蛋糕要10块钱？要知道，这可是70年代，10块钱可是普通工人1个月的工资。经理，不是1斤10块，是一个蛋糕1块钱。你这10个蛋糕最多1斤重，我说1斤10块钱也没错吧？林期末看出这个崔经理不好忽悠，于是他决定来个狐假虎威。经理，我偷偷告诉你，大领导尝了我们的威风蛋糕，都说我们的堪称天下第1糕。崔经理一听大领导品尝过，顿时就来了10分精神。大领导尝过了？哪个大领导？林期末露出个明媚的笑容，答非所问的用一口京片子道：我是去年刚刚从京城来的知青，这蛋糕的配方是我提供的，所以这个大领导可比你想的要大很多哦。崔德贵已经把蛋糕放到了嘴里，瞬间他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了。这味道还真是非常好，跟我在国外吃过的生日蛋糕很像，没想到这里也有人做出来了。你这蛋糕做的确实不错，看在好吃的份上，我让百货大楼给你一个黄金位子。林期末听后一刻也不愿耽搁，扛着摊位就往百货大楼跑。崔经理给的位子确实好，蛋糕刚摆上货架就围满了人。可当他们看到价格后，现场众人都不淡定了。什么破蛋糕，竟然敢卖1块钱一个？就是，真是穷疯了，能卖出去我给他磕一个。大家不买没关系，可以先品尝一下。众人听说可以免费品尝，纷纷拿起一块放进嘴里。老板没有骗人，确实比普通的炒子糕好吃。老板，给我来2个，我要带回家给媳妇尝尝。每个吃到的人都会一顿猛夸，不仅周围人听得一清二楚，甚至还吸引了正在买茅台的有钱人。林期末自然不会放过这2条大鱼。领导，您是准备买年节礼吧？烟酒糖茶都是老花样了，不如试试我们的威风蛋糕，刚从米国学的新技术，全进口材料，一袋就要10块钱，送出去绝对有面子。见领导没有上钩的迹象，林期末当即拍了拍蛋糕包装袋，故意露出零售价10元几个字。领导，现在一瓶茅台最贵的才8块，咱这10块钱蛋糕送出去，保准你脸上绝对有面子。而且我们现在买1送1，3天之后立刻恢复原价，到时您再想来买，少1分钱公家都不能答应。给我来10袋，给我也来10袋。这东西立刻多买几份，也绝对不能落下谁，不然麻烦可就多了。去年我就心疼钱，给上司送礼的时候少了2瓶酒，好家伙，被他穿了1年的小鞋，现在脚还疼呢。今年可得把他安抚好了，吃一堑长一智，其他人也不能落下了。2位领导住得远不远？我们要赶下午4点的火车回去，如果时间方便的话，我让人帮你们把东西送家里去吧。虽然不沉，但是太占地方了。这服务也太周到了吧！我住在省出版社家属院，那就麻烦你们跑一趟了。我住在区委家属院3号楼。不麻烦，不麻烦，这是我们食品厂应该做的。林期末一听就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了，这以后可都是他发家致富的人脉。林副厂长，我们这也不是米国学的技术，也不是进口原材料，万一有人追究起来怎么办？你怎么知道这技术不是米国学的？我实话告诉你，就是米国学的。那进口原材料呢？这个可真不是，别说进口了，公社都没出，简直自产自销。林期末没有答话，直接来到百货大楼的酒水区。崔经理，百货大楼现在还有多少瓶飞天茅台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送礼，京城的领导不是都喝腻了？我们厂的员工还没喝过，我想买点给他们当福利。崔德贵顿时被惊得说不出话，头一次听说给员工福利发飞天茅台的，就连他的福利里都没有，何况林期末只是一个小小的食品厂销售。你一个食品厂销售员能做这个主？林期末没有介绍自己副厂长的身份，因为他还没摸清楚经理的门路。经理，你放心，我能做这个主。那好吧，我去给你问问正常商品还有多少库存，他一个大经理还真不知道。小王，你去看看飞天茅台还剩多少瓶了。小王听后却站着一动不动，只是偷偷看了一眼办公室主任，在得到主任点头后，小王才快速向仓库走去。很明显，崔德贵的权力已经被架空了。我已经当了1年经理了，却依旧没把这些员工收服，结果今天还得罪了不能得罪的人。经理，飞天茅台就还有10瓶了，普通茅台还有4箱。10瓶我都要了，不过我没有酒票。崔经理，你能不能借我几张？在70年代，普通工人每个月最多发6张酒票，但崔德贵作为百货大楼经理，肯定不会缺这东西的。这些票我也没用，放了好几个月了，再不用就过期了，都给你们单位吧。但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我就替我们厂的职工谢谢崔经理了。至于回报，等咱们活动结束后再谈。一点不值钱的东西，什么回报不回报的。崔德贵以为林期末听到了自己的意思，他其实是看中了林期末的商业头脑，想把他挖到百货大楼当亲信培养，但林期末却一心只想回家喝茅台。73年的飞天茅台，如果保存得当不跑酒，以后最少卖几万，运气好能卖到40-50万一瓶，而且只会越来越贵。副厂长，
你买这么多酒干什么？答应你们的福利啊！我林期末说到做到。王会计听后手一抖，差点把一瓶酒掉到地上。几个销售对着茅台酒嘀嘀咕咕，甚至表情也开始变得无比凝重。这可是8块钱一瓶的茅台酒，副厂长真要把它发给我们吗？这也太奢侈了吧！就是孩子结婚，亲爹出殡，也没谁家用得起这么贵的酒啊！女人在躲雨时发现一件奇怪的事：一向清正廉洁的厂长，却拿2万现金贿赂一个日本人。但更奇怪的是，县长不仅没问罪厂长，还担心日本人不收这2万块。赵厂长，2万太少了，既然你们没有诚意，我下午就买票回日本。山田师傅，千万别走，我们是有诚意的，容我和财务再商量下。原来厂里花100万美金买的一套日本高端数控设备，却因为国内没人懂技术，导致3个月都没能启动设备。厂长很无奈，只能高价请来日本工程师。怎料这个小鬼子临时加价，张嘴就要10万技术服务费，这可把爱博的林期末气坏了。赵厂长，能不能带我去看看机器？也许我能帮上忙。谁让你进来的？你一个女人进来添什么乱？厂长，不要小看我们女同志，我大哥在京城机械设计院工作，我从小就爱跟他学习。现在听说厂里遇到了难题，我想尽一份力。赵厂长听到京城设计院后，表情明显缓和了不少。你哥多大年纪了？能不能请他来厂里一趟？小姑娘，不要说大话，就算是设计院的院长亲自来，也照样启动不了设备。厂长，让我去试试吧，试试又没什么损失。赵厂长，我再提醒你一次，我离回国还剩2个小时，一旦我离开，到时你就算拿100万请我，我都不会来你们厂。小八嘎，你能不能闭嘴？我一听你说话，怎么就忍不住想抽你呢？此时厂长也十分头疼，他不能得罪小鬼子，但又想省下10万支出，于是他想到一个2全其美的办法。山田师傅，你敢不敢让女同志先试试？如果她启动不了设备，我就付给你10万服务费。开玩笑，这可是我们国家的保密设备，我有何不敢？只要这位女同志能启动设备，我马上给她下跪道歉。山田师傅，下跪道歉可是你提的，到时你可别耍赖啊！在赵厂长的带领下，众人一起来到了车间。厂长，有说明书吗？拿给我先看一看。你真胡闹！你能看懂日语吗？他如果能看懂日语，还用在城里上班吗？赵厂长，快把说明书给他看，不要浪费我时间了。林期末匆匆从头看到尾，区日语而已。上辈子他就能说7种语言，可很快他就发现不对劲。厂长，这不是说明书，而是鬼子的历史书。真正的说明书在哪里呢？你说什么？这是历史书？难怪那么薄，原来是鬼子的历史书。2人同时惊呼，或者说尖叫，吓了林期末一跳。这么激动干嘛？你们没找人翻译吗？我们找人翻译了，但是他没说这是历史书啊。原来在70年代，即便有人会日语，也不敢说出来，因为此时有外国书籍都是错，何况是会日语的人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当初去考察的时候，也问过说明书为何这么薄，但他们说就是这么薄，原来是这些龟孙子诚心骗我。赵厂长突然蹲在地上大哭，人家故意骗他，肯定就是不想给他说明书。而这台机器价值100万美金，是他向上面求了半年才买的，结果花天价买了个废铁。我是罪人，我是厂里的罪人，我是国家的罪人。林期末围着机器转了一圈，发现只是密码输错了而已。厂长，如果我解决了问题，你能不能给我一点好处？如果你真能解决，奖励你1万现金，再给你一个总工程师的编制。我不要钱，也不要编制，能不能换成其他东西？赵厂长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他根本没看出问题，所以想要好处让你为难，他就有借口不解决了。你闭嘴吧，咱们华夏上下5000年历史，可没你们岛国那么多坏心思。林同志，你说只要我们厂有的都给你，厂长的这个位子都可以给。林期末瞬间有点难为情，因为他不是机械厂的员工，而是隔壁食品厂的。赵厂长，我想要些厂里的边角料，给我做几个烤箱。只要你修好这机器，你要啥都行。林期末没再多言，当即输入了开机密码。正如他所料，机器启动不了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密码输入错误过多，控制系统被锁住了。想通，真的想通，咱们的机器终于开机了。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她不过是一个小姑娘，怎么会看懂我国的高端科技？所有人都怪异地看着林期末，包括厂里请来的众多工程师们，因为他们一直以为是机器坏了，从未想过是密码输错的问题。林同志，我们之前也输过密码，可也没能启动机器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说明书上的密码是错的，你们当然打不开呀。那真正的密码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以前听我大哥说过一次，日系机器的开机密码都是初始数字1到6。与此同时，小鬼子趁人不注意，刚准备悄悄离开，却被厂长一脚踢到了原位。山田师傅，你是不是忘了一件事？男子汉大丈夫，说下跪道歉，今天你要说到做到啊！对，你们可不要得寸进尺，就算他会开机又如何？以后机器出问题，还不是要我来维修？小八嘎，别给脸不要脸！
就你们这破机器，咱们国家最多半年就能高仿出一模一样的。就是，说不定咱们以后高仿的都比你们的高级。厂长，别跟他废话，今天他要是不跪下道歉，我就打断他3条腿。林同志，我错了，刚刚是我有眼无珠，林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在得到林期末接受后，山田连哭带谢，狼狈地逃离了机械厂。小林同志，你帮了我们大忙啊，你帮了国家的大忙啊，我们应该怎么感谢你？不是我要什么，是我们食品厂需要几个烤箱。你刚说什么？你在隔壁食品厂工作？赵厂长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如此能干的员工，竟然不是自己机械厂的。你来我们机械厂，我给你个科研组长的编制。厂长，啥时候给我也升一下？我都为咱们厂奋斗20年了，现在还是副组长呢。我觉得食品厂挺好的，目前还没有离职的打算。林期末，你会不会说话？快点换个词，说谢谢厂长的厚爱。但是我现在真的不能走，我们食品厂太难了，有个老兵没有左手，有个大爷想钻锅炉，还有这个小姑娘无父无母，寄人篱下，这么大了，连一床被褥都没有。现在厂里好不容易有了转机，我不能扔下他们不管。听了林期末的发言，在场的人眼眶都红了。帮了机械厂这么大的忙，而他却不图一丁点回报。好，你先帮他们，等他们摆脱困境了，你就来我们机械厂，组长的位置永远给你留着，而你的待遇跟总工相同。林期末没有接受，但也没有直接拒绝。厂长，我快赶不上火车了。女人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发现有一双眼睛在背后盯着自己。谁？滚出来！别喊，是我是赵庆生，我来给你送鱼啊。赵庆生是刚下乡的知青，他明知林期末已经结婚，却依然隔三差五的献殷勤。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关系，我也不需要你的鱼，希望你以后别出现在我面前。赵庆生心里冷笑，不过他好声好气道：你就装吧，继续装吧，你现在怀着身孕又没口粮，快别犟了，拿着补身体。林期末不接，他状似随意的问道：我早就想给你送了，结果2天没看见你的人，听说你们大清早就出门了，去哪了？天黑才回来。林期末本来想不理他，结果他问了这个问题，那就必须得回答了。我去拜访的一个亲戚，希望能他帮我找份工作，我没口粮总不能饿死。你有亲戚在省城？什么亲戚？以前没听你说过。跟你解释这个干什么？又跟你没关系，我们以前没有关系，以后我们也不会有关系。你再要来骚扰我，我就见你一次打你一次，这次我就先放过你。与此同时，林期末发现她的闺蜜苏晓正在人群中偷偷观察她。林期末飞快地跑到苏晓身边。苏晓，我的留言是你放出去的吧？你为什么让赵庆生给我前男友写信的？我们分手了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呢？赵庆生现在就在这里，我们可以当面对质一下，让大家都来看看。林期末在没有下乡前一直有个前男友，后来因为留言果断提出分手了，林期末也因此嫁给了高远。苏晓装死一般的望着林期末，但是她也知道这样不行，沉默就是默认。我没有，你冤枉我，本来就是你私生活乱呗，还怕被人不知道你干的好事吗？林期末一脸愤怒地望着苏晓，周围的知青们满脸疑惑，赵庆生脸都快埋到地里了。我什么时候和赵庆生谈恋爱了？我刚下乡1个星期，赵庆生就对我展开了猛烈的追求。不过他虽然猛烈追求，但是我确实一直在拒绝。众人想想，确实如此，大家都是同吃同住的。是的，林期末一直在拒绝，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起，传着就传成2个人谈过了。传言嘛，就这样早晚失真。我觉得是小树林事件之后传出来的，我相信小树林事件绝对不是真的。连期末明明在拒绝，怎么可能跟赵庆生钻小树林？推理能力人人有，就看方向对不对。就是苏晓在背后搞鬼，她撺掇赵庆生给我前男友写信，说我已经移情别恋，我前男友就给我写了分手信，我们彻底分了。苏晓咬牙看着林期末，想起那张380块的欠条。我们估计是回不到过去了，那就撕破脸吧。你不要胡说八道，才不是你说的这样的，你一点不顾及你们的未来，他才伤心跟你分手的。林期末嘴角一翘，满脸鄙视地望着苏晓，赵庆生也是一脸无辜地望着苏晓。难道不是你给了赵庆生的地址，还让他邮寄了误会的信，因此我们才分手的？怎么可能？我才没有了，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他的地址。赵庆生不会傻了吧唧的把我出卖了，那样对他也不利。而且当初我们就约定好了，我告诉他林期末前男友地址的事情，不许对任何人讲。林期末对苏晓喊道，然后飞快地冲了上去，拉着苏晓就往屋里走。众群人来到了苏晓的房间。我的分手信应该还被你收藏着，敢不敢让我搜你的屋？谁来给这个女人一巴掌？为了得到闺蜜的男朋友，她竟故意将2人的信藏了起来，怎料却被闺蜜当场发现。不许动我的东西！你凭什么动我的东西？这是犯法的，你知道吗？苏晓这状态太不正常了，如果真没事的话，让林期末搜一下怎么了？他这个样子就是心虚，简直就是不打自招。看来林期末说的是真的了。苏晓依然打不过林期末。林期末打开苏晓的柜子，里面除了几件衣服，果然发现了一个信封，上面明晃晃的写着林期末收。忽然小姑子飞快的跑出，拿着信喊道：这是写给林期末的，怎么在回苏晓这里呢？小姑子一脸期待的望着林期末，又回头看了看苏晓。赵庆生此时也害怕了。
我能打开看看吗？当然能啊，我同意。我也是上辈子无意中发现信的，结合我知道的苏小的心思，估计这是他最得意的杰作，他想留作纪念。小姑子模仿着男生悠悠念叨：林清墨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竟然这么快就有了新欢。我们曾经约定过，你若无心我便休。既然你已经移情别恋，那我们今生的缘分就到此为止。祝你幸福。现场的女知青都感动了，其他男知青也连连点头。我头一次看见这么文明的分手信，最后竟然还祝福变心的女友幸福，这也太君子了吧！我只听说过分手了骂对方8倍诅咒呢，还头一次遇见祝福对方的。不是吧？什么君子？你们没有搞错吧？这明明是个傻逼好不好？就凭一个陌生人写的一封信，他就跟认识很久的女朋友分手了，那这天下还有2口子了吗？那我一天写100封信能拆散100对，大傻逼，真是无语了。女知青们集体石化了，似乎好像他说的也对。林期末突然笑喷了，真没想到现在能完美同步我当时心情的人竟然是我的小姑子。我当时气的不是赵庆生搞鬼，而是前男友的不信任。我也觉得他傻透了，所以干脆的放下，转身嫁给高原。呆愣的苏小瞬间又活了过来。不可能这么快就忘了，你心里肯定还忘不了他，不然你嫁给高远之前为什么哭一宿？这个所有人都记得，不记得的前2天也被提醒了。我哭我以后不能回京城了，不能吗？还是不行吗？你也别打岔了，我的信为什么被你好好收藏起来了？我才没有呢，我是怕你后悔又想看。你快得了吧，不过就是你喜欢我的前男友而已，所以明面上跟我当姐妹，背地里却想方设法针对我。众人恍然大悟，原来如此。真是这样的话，一切都解释得通了。女人的嫉妒有多么可怕？苏小又愣得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他怎么知道的？我明明掩藏得很好，没有任何人知道。他上辈子确实掩藏得很好，还说他这不好那不好，一副瞧不起他的样子。实际苏小就在撺掇分手了，那时候他才几岁，真是太可怕。我跟前男友的事情已经过去，我跟赵庆生根本没有事情，都是苏小散布的谣言。我肚子里的孩子就是高远的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吧。苏小，你还想说什么？事实就在眼前。赵庆生灰溜溜地离开了。林期末说着往外走，突然又回头对众人道：大家小心她哦，所有人都离苏小远一点，这个女人太可怕了。要不是知青点没有多余的房间，众人都想把苏小撵出去住。苏小已经麻木地看着，我不跟他挨着了，我害怕，谁知道他晚上会干什么缺德事。女人刚怀孕就被婆婆赶出门，怎料她转头就当上了厂长，还要带头收购村里的鸡蛋。但村长并不知道这些，还以为她回村捣乱的。你又有事了。村长，我在公社食品厂找到了一份工作，我想找你谈合作。林期末挺喜欢这个村长的，上辈子对他照顾颇多。你找到了份工作，公社食品厂，以后你就能赚工资了，和我们谈什么合作？旁边的孙铁梅惊呼一声：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你咋这么能干？林期末表情淡定，掏出5块钱放到桌上。公社食品厂想从我们生产队收鸡蛋，他们8分钱一个收。我虽然来生产队快1年了，但实际不认识几个人。这件事想麻烦婶子，不知道婶子有没有空啊？有，我家里就养了几只鸡，鸡蛋从来不舍得吃，都是拿去卖了换油盐酱醋，就是不知道行不行。鸡蛋行情我太懂了，最贵的时候才7分5一个，8分一个，我有的赚啊。原来70年代农民想卖点产品，都去黑市偷偷摸摸卖，收别人的出去卖，这可就大事了，属于投机倒把。高启山也有点犹豫。俗话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，人人都这么听话吗？不可能的。按理我们公社食品厂是不能私自收原材料的，对外我不会提这件事，更不会说多少钱收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的，那还真的可以收的哦。林期末留下了操作的空间，高启山又重新审视林期末，林期末又有些不好意思道：当然我也不能白忙活哦，我也要养活孩子和自己，我还没给他准备小衣服小被子，所以一个鸡蛋我要5厘。高启山的心彻底放下了，他们不想欠人情，他们宁愿给钱。林期末有些不一样，既然他说了要5厘，应该就不会出卖我们的，这次就相信你。好，那就按照每人5。实际上我也看不上什么5厘，这样说才能让他们放心。收了钱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，谁也不会出卖谁。高启山突然看向高芝，高芝顿时闭眼捂嘴。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不会说的。放心，我相信小姑子，我也帮她在食品厂找了份工作，这件事还麻烦队长大叔帮忙。小姑子有工作的事瞒着亲爹，也不能瞒着高启山，因为他不上工，高启山会找人的。高芝是我看着长大的心眼子不多，但是也不少，涉及到他自己的利益，那就贼精的。高启山点头表明态度，林期末连忙表示感谢。那就麻烦婶子了，先收5块钱的，明天早上要是能帮我们送到公社食品厂，那就更好了。好，明天早上几点？我赶生产队的马车，亲自送你们去。那就麻烦婶子了，既然有马车，那7点走就来得及。不麻烦。
这就是拉上高启山的另一个好处。生产队的马车虽然谁家都能借，但是不能天天借，而且我不会赶车。现在多好，不但有车，还有了免费的车夫。出了高启山家，林期末问到小姑子：“你搬出来跟我一起住怎么样？我们2个住一个屋子。”好啊，好啊，嫂子，我都听你的。小姑子连连点头，然后就快速回去拿她的铺盖卷。高枝想起白天吃的微风蛋糕，跑得更快了。林期末看高枝空手回来，就猜到怎么回事了。今天真是太兴奋太刺激了，装的这些鸡蛋差点忘了，还差点掉了才想起来。食品厂烤一炉用30个鸡蛋，林期末只用25个，他们一共攒了20个鸡蛋。今天20鸡蛋我们分一下，现在每人吃5个，还有10个留明天早上。高枝看着自己眼前的鸡蛋，有些不敢相信。真的吗？大嫂，这些鸡蛋我真能吃吗？我活这么大都没吃过5个鸡蛋。别看了，吃吧，以后要让你吃鸡蛋吃到想吐，就从今天开始吧。这是我见到最恶毒的婆婆，只要看到儿媳回家拿东西，她都会以各种理由阻拦。放下，你把东西拿哪里去？我来拿小姑子的铺盖卷，你为什么不给她拿走？我们以后住知青所了。不，我以后跟我大嫂一起住。一口一个大嫂叫的倒是亲，可惜她肚子里的野种还不知道是谁的，怕是个野大嫂。那有什么关系？反正大哥也是野的。高原也是个拖油瓶，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你少胡说八道，我的孩子就是高原的。你如果不要脸了，那我不建议把他撕掉。林期末的婆婆不仅欺负她，只要不是她亲生的都欺负。滚滚滚，快滚！但是把被子留下，这是高家的东西，一个拖油瓶不配拿走。林期末向来是个有脾气的，他一把扔了被子，然后还在被子上狠狠地吐口水。哼，当我稀罕这破棉絮似的，等我以后有钱了买个新的。我嫂子将来会给我买新的。滚吧，滚了就再也别回来。走，我带你去村长家借被子。嫂子，你说村长会借给我们吗？现在我们有了利益关系，借一床就被褥还是很容易的。另一个好处也展现出来了。林期末来到村长家就看到已经收了一大篮子鸡蛋了。婶子，你真厉害，我们能借个被子吗？哦，有的，当然可以。孙铁梅拿着被褥给林期末。今天非常感谢婶子的帮助哦，以后我们一起发财哦。那我们回知青所了。次日早上，孙铁梅来接林期末和高枝了。婶子，没想到你驾车技术这么好，你这技术绝对是头一个吧？以前没发现林期末这么招人稀罕，肯定是接触的太少了。丫头，你真会说话，以后常来家坐坐。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食品厂，见到林期末，所有人都是迎了过来。副厂长来了。副厂长，路上冷不冷？副厂长，快进屋暖和。还是陶娟最有眼力见，她问了一句：“副厂长，你吃饭了吗？大家都还没吃吧？我给大家做个疙瘩汤，大家尝尝我的手艺。”众人的表情顿时很精彩，他们都是老实，但不是傻子，都听出来了。副厂长要用厂里的东西做饭给我们吃，不给大家伙吃，大家都吃。我们真的要断粮了，半年没发工资了，在场的都是没吃早饭的。王会计，我把鸡蛋收来了，8分钱一个，你点点，记下账。果然是8分钱一个，林期末说的都是真的，真的是食品厂在收鸡蛋。我今天跟着来的另一个目的，就是想看看林期末撒谎没有。工作是那么好找的吗？对我们农村人来说，那么好找也不叫鱼跃龙门了。林期末没跟任何人打招呼，去车间开始做疙瘩汤了。今天我们鸡蛋收了63个，正好多3个就当大家的福利了。林期末说完，咔咔咔打了3个鸡蛋，他做成了漂亮的蛋花汤。人家没有撒谎，人家是谦虚了。人家不但找到了工作，还当了副厂长。鱼不但跳了龙门，还成精了。旁边的郑厂长眼珠子都红了。不管是面粉和鸡蛋，这都是公家的东西，怎么能动呢？鸡蛋的钱虽然是林期末垫的，但是我们以后也是要还的。还没等他纠结好怎么开口，林期末已经做好了一大锅疙瘩汤。以后我们厂的福利加一条，管大家的1日3餐。之前我还以为林期末在吹牛逼，现在人家都是副厂长了，还是想吃啥吃啥，这权力大的真好，太香了。王慧第一个应和，其他人纷纷附和。好，太好了，谢谢副厂长。副厂长真好，副厂长深明大义，副厂长爱民如子。从未见过如此不要脸的厂长。村民辛苦研制出来的配方，他转头就想占为自己所有，岂料村民团结一致对抗他。孙厂长，今天来有什么事情？今天有何指教呢？孙强是阿县食品厂的厂长，是提供原材料给林期末的，在当时算是上级直接领导。指教谈不上，事有正事。不对，这开头不对呀。听说你是这公社食品厂的副厂长，可是我查了一下没你的档案。我申请了，但是你们没批，所以呢？所以我现在任命你为阿县食品厂的第1车间主任。孙强拿出一张纸道，众人目光炯炯地盯着纸，他们认识这是一张任命书。林期末只是扫了一眼。阿县食品厂庙太小，装不下我。
谢谢啊。孙强举着纸的手僵了，他身后的小舅子受不了。阿县食品厂庙小，公社食品厂庙大，你是不是老虎？有人帮我把他扔出去吗？不要让他出来胡乱咬人。林期末话音还没落，他就被人群里黑影叼出门了。屋里只乱了一下就安静下来。这扔的是小舅子吧？这扔的是我的脸面，看来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。你现在不接这个调令，以后就再也别想进我们厂的大门，你们被开除了，遣散了。这辈子别想再找到工作了。孙强看着这些人，没什么背景的软柿子，只是个小公社食品厂。他抬着下巴等人求他，结果等了半天没动静。他们喝水的喝水，吃面包的吃面包呢。刚出锅的，可香了。好香。还有吗？一会儿我走的时候拿点。孙强被这么多人甩脸子，他又久居上位就绷不住了，他又甩出兜里第2张纸。你们以为我在开玩笑是不是？来，看看这是什么？郭大军拿下来一看，还真是官场链。你们这个公社食品厂经组织讨论决定关闭了，所有人员遣散了，哪怕心里有底，干了半辈子的工作，这是彻底失去了，新的还没有呢。送客喽！现在你们是客我是主，这里所有东西都是阿县食品厂的，你们走吧。众人有些慌乱地看着林期末，他说的话好像没毛病。此时林期末不急不忙地说：“这公社食品厂建立的时候有什么？县食品厂当初出人盖了房子，给了我们一个烤箱，剩下的煤和鸡蛋面粉来来回回早用完了，现在就剩下房子和烤箱了。那帮孙厂长把烤箱搬出来，还给他就行了。”郭大军也明白这点，顿时朝林期末点点头。等等，什么玩意？仓库里那么多面粉鸡蛋，我看不见吗？那些都是阿县食品厂的。还有你们这么多天赚的钱，都给我交出来！原来你们是等着我们卖了钱，现在看着攒的差不多了，就想要配方自己赚钱了，想的倒是挺美。这些是省国营饭店的专用材料，特批的，你动一下试试。他就是特批的，也是批给食品厂的。你们现在是没有工作的闲人，不管是什么都跟你们没关系。我打个电话给崔经理，告诉他以后微风蛋糕不能卖了，让他来人把原材料拉走吧。孙强这是动了崔经理的蛋糕了，一会儿崔经理会手撕了他。还有机械厂的赵厂长，他刚刚又订了5万个蛋糕，我告诉他订单取消了，让他别准备材料了。林期末又看着一直站在门口的宋厂长，至于省搪瓷厂的电话就不用打了，正好宋厂长在这儿呢。宋厂长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情况你也看到了，蛋糕我们没法做了。孙强惊讶地看着他，之前根本没留意这个人。这是省搪瓷厂的厂长，他怎么在这来订蛋糕的？你怎么回事？我是你叔，叫什么宋厂长，都叫生分了。说完直勾勾地盯着孙强，此处无声胜有声。孙强腿肚子真有点转筋了。算了一个搪瓷厂厂长，管不到他食品厂，不交出配方就是他们不对。这里是我们县食品厂的地盘，你们已经不是食品厂的人了，赶紧离开。不过离开之前，把卖微风蛋糕的钱给我交出来。众人又紧张地看向林期末，林期末突然看着孙强笑了笑。王会计，我们食品厂这几个月交了多少钱你都记账了吧？那当然了，肯定记得。你们几个月没发工资也记得吧？一定记得，记得明明白白的。叔，我要举报孙厂长扣工人工资、贪污受贿，去找哪个部门？我就不信孙强是个干净的人。工资肯定都是一视同仁，不会少发了工人的工资。孙强干的那些事情一大堆，我们今天就让人下来查他。孙强冷汗都下来了，却愣是忍住了没开口求饶，但是他心里有点七上八下。空口白牙就想污蔑我，衙门是你家开的，别在我的食品厂待着。孙强被众人推推搡搡推出去了，林期末望着他背影笑了笑。你们等着，老子跟你们没完。我还以为得打一架，然后他们说我们打领导，不但更方便开除我们，还方便霸占这些东西。是啊，孙厂长以前就爱这么干，用这招开了好多人了，这次怎么走得这么快？他着急回去毁灭罪证，或者伪造票据呢。那我把他招回来。他不动还不露破绽呢，伪造的就是伪造的，专业人士一眼就看出来了。这回他动哪就查哪好了。宋厂长看着林期末脸上的笑，这谈笑间就给人喝一壶的本事。我咋这么喜欢呢？我要是有这本事，也不至于现在才当上厂长吧。林期末拿着举报信看向众人，叔，麻烦您帮我送到有关部门门口的举报箱里就行。宋厂长已经被众人的团结打动了。送什么邮箱里？我送主管领导的办公桌上，他不看完我都不走。那就给叔找麻烦了。听说你家有亲戚在省城工作。众人眼神崇拜地看向林七，婆婆饿得在家啃树皮，儿媳却顿顿大鱼大肉，并且剩饭情愿喂猪，也不给婆婆留一口。但村民们却都夸她做得对，只因这个后婆婆坏事做尽，不仅怂恿村霸欺负林期末，还写信给杨子污蔑她怀了别人的孩子。于是林期末找来村长，准备好好治一治婆婆。村长，我需要找10个人，不喜欢我婆婆的，帮我每天去她家骂她。我没工夫回村骂她，那就找人帮我骂。一个人的名声好坏，都在村里那些老嫂子嘴里。高启山听得一愣一愣的。好的，村里人啥性格，男的我知道，女的你婶子知道，保证按你的要求给你挑。
好的，这件事情办好了，我会给大家按天结算工资。村长走后，林期末就像没事人一样，众人都佩服地看着他的背影。听说有人写信污蔑林厂长，发生了这种事，恶心死了，简直是让人往身上喷了一车大粪。别说一个小姑娘，就是老爷们都得提刀去找造谣者了。林厂长却没事人一样，是个做大事的人，我不如啊。气度这个东西是靠自己修炼的，还说啥了？这回真服了。村长回到家，立刻把正要出去收鸡蛋的媳妇叫住。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交给你。你说什么事情？高启山先说前因，有人写信给军队污蔑林期末，军队还打电话来问了。原来林期末刚结婚的第2天，她的丈夫就回部队了，并且她的婆婆一直在找她的麻烦。孙铁梅一下子就拍大腿站起来，肯定是林期末的婆婆干的，我找她算账去。回来，你一个人不行，我就骂她一顿出气，吓吓她的脸子，扬她的臭名。那你一个人太少了，再找10个人跟你去。这种事情不涉及到别人身上，他们只会看热闹，不会来帮忙的。林期末对我们村这么好，我们不能不帮他。高启山开始说后果。林期末还要10个人，跟她婆婆不对付的，每天去她家骂她，事情办得好的话，按天结算工资的。孙铁梅一愣，又拍了一下大腿，手掌拍通红了。看人家这脑子长的，一个顶我10个，我这就给他找人，以后大家轮着都去骂他。高启山吸了口凉气，你这脑子也不差，好狠。他还不知道什么叫打卡，但是他体会到了。孙铁梅兴冲冲地出去了。林期末要求的女人好找，能干出坏事的人，她身上就自带坏水。村里跟她不对付的人很多。她婆婆嫁给高老三之前，已经当了1年寡妇，方圆几10里的她都走个遍，吸引了老爷们蠢蠢欲动。我们女人能看她顺眼吗？孙铁梅又重点挑了勤快的、会骂的，家里男人能打的。林期末对我们村这么好，别说让我们骂她婆婆几句了，就是天天扇她2巴掌都行。众人结队去打卡了，把林期末的婆婆骂懵了。我什么时候得罪这些人了？反正最近没有吧？怎么个个吃枪药了来找我麻烦？我一个人对骂10个人根本骂不过，一张嘴都能被唾沫星子呛咳嗽。当家的，有人欺负你媳妇，你怎么还不来帮忙？高老三在墙根底下晒太阳，抽烟袋，无动于衷。我是好男人，怎么能跟女人斗？这些都是别人家的媳妇，我打了，人家爷们儿真打我，还有我姑奶奶、2大娘、3婶子、6嫂子、大表姐，惹不起呀，还躲不起呀。高老三被催急了，他就在墙根底下喊道：姑奶奶骂你几句，又不掉块肉，你听着得了。林期末婆婆被骂多了习惯了，但是高老三不帮忙，他是真的很生气。他顿时开始骂高老三：你还敢骂我？给你脸了，你少干那坏事，人家怎么会骂你？看我真会打你的，也不是别人家的媳妇。众人心满意足地点点头，众人又足足骂了5分钟才走。男孩被村里恶打欺负，母亲却不追究霸凌者责任，反而替男孩承认错误。期末，实在对不起，我家孩子不懂事，你就原谅他一次吧。怎么了？这是发生什么事情？没想到林期末还不知道这事，我不知道怎么开口了。他顿时一脸窘迫，周围立刻有人帮林期末解惑了。之前向你老公的没写信污蔑你，信就是男孩写的。林期末顿时惊讶地看着小男孩，小男孩立刻吓哭了。竟然是他，不太可能吧？不是我不想的，都是高强逼我的，我不写他就打我。高强是林期末婆婆的第1个儿子，也是林期末的婆婆让高强做的。真是高强逼我儿子的，上面已经来人调查清楚了。众人七嘴八舌的应和，林期末才知道这2天发生了什么。已经调查信的来龙去脉了，而且都处理完了。但是你这几天忙，打算等你忙完再告诉你。那怎么处理我婆婆的？处理结果什么样子呢？众人一静。与此同时，村长走了过来。你婆婆死活不承认，高强一开始也不承认，我们下了大力气，结果信是小男孩写的，他什么都招了，还让我们村所有人在纸上写字对笔记。是高强逼我干的，高强念的，我写的。刚开始高强都不承认，最后我们用了绝招，但是他坚决不交代他妈，还说都是他自己的主意，所有事情跟他妈没关系。高强从小到大就混，长大更是个混世魔王，先当校霸，后当村霸，后来是镇霸、县霸。我上辈子没少吃过他的亏，这小子就没个好心眼。他还是孝顺的妈宝男。那对高强是怎么处理的？他年纪太小了，我们就狠狠地教训了一顿，然后罚他和男孩扫地，全队的路都归他们扫。我对这处罚不满意的。现在没有未成年保护法，高强都是半大小伙子了，老人都不把他当孩子看了。大家看，高强过来了。高强拿着一个扫帚走到生产队的门口，他在人群里仔细看着。林期末觉得他在找自己。这个坏种天生就坏，从小就欺负我家孩子，我家孩子从小就挨他打，还被他抢东西抢吃的。这次的事真是高强逼的。期末，你看你能不能行好，原谅我家孩子这次吧，别让他扫地了。你看他手脚都流血了，我替他扫。
林期末看着小男孩的手，有些地方裂了口子，往外淌血。女人期望地看着林期末，男孩一边哭一边偷偷看林期末。我家这孩子老实，回家也不敢跟我说，我也是现在才知道。他经常欺负你，你怎么不告诉大家？是的，他会打我。那你为什么不还回去？怎么让他欺负你？我打不过他，我怕他。现在让你站到他面前骂他，把你这些年被骂的话都还给他，每天骂10分钟，你以后就不用扫地了。真的吗？我可以吗？好，行，不但不用扫地了，还能骂高强出气，还有这好事呢。女人拖着男孩就要动手，结果竟然拖不动，畏惧已经刻在了骨子里。你看你这窝囊样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废物？队长大叔，光骂人不打人不犯法吧？高启山一愣，众人也愣了，不过都点头。这肯定不犯法，绝人8辈祖宗也不犯法呀。那就麻烦大叔在旁边看着，让男孩骂回去，不许高强还手。以后高强再敢打男孩，就属于报复。大家也都别看着，伸把手拦拦。众人看着男孩的眼神都不一样了。现在林期末说话比谁都好使。我们不会再高强打男孩一下，就是男孩姓高，是我们老高家人，那个高强是后改的姓，以后他再敢欺负男孩或者欺负别的高家孩子，我们都打他。众人心里都明白林期末，他想借别人的手收拾他们。没问题啊，反正我们的手都闲着，手不闲着嘴也闲着。男孩愣了几秒，突然哇一声就哭了，哭声比认错惨10倍，似乎他要把受的委屈都哭出来。本来听林期末这么说，我儿子开口的一瞬间，怎么突然非常伤心，好像我儿又活了过来。村长大声宣布了他的决定，林期末的提议变成了他的决定，这样能堵住高强的嘴。但高强还是不服。凭什么？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凭你欺负他好几年，凭你不干人事，凭你性格假高，凭什么你能骂他，他不能骂你？要我说，骂还不够，还得打你。孩子过来，骂他，他敢打你一下，打也打死他。就是你这孩子也太实在了，他早就欺负你，你咋不说呢？我们都是你叔叔大爷，还能看着一个外人欺负你？男孩被众人推到高墙对面，左右都是人高马大的众人，帮助他保护他的人。男孩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做安全感。过去让我害怕到颤抖的高强，在这么多人的注视下，他害怕的像条要挨打的狗，他也没多么可怕嘛。男孩颤抖着骂出了第一句脏话，林期末听了几句。我就是想练练男孩的胆子，不会因为被高强欺负就丢了命，从现在开始就打压高强的气势。极度的悲伤，极度的庆幸，众人被他们哭得尴尬又心酸。我们要集合起来收拾高强吧，第一步村霸都当不了，后面的镇霸县霸就直接死在摇篮里了。男孩足足骂了高强半个小时，骂的嗓子都说不出话来才停止，然后他欢欢喜喜的回家了。高强则蔫头耷脑的往家走，他体会抬头仰望别人的视觉，他也第一次知道了害。女人偷偷跟踪下班的丈夫，却看见丈夫花1个月工资买了一款名牌包，她本以为是丈夫给她准备的惊喜，怎料丈夫却将包送给了别的女人。她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幕，抡起拳头就冲向了上去，却被女人一脚踹飞。啊，好你个没良心的，不但在外面找了小老婆，还看着她踹我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丈夫的脸顿时黑红的。他之所以送包给林期末，是因为期末可能会成为他的上司，而现在却被自己婆娘给搅黄了。林期末，对不起，这婆娘在哪听见的风言风语，我替她给您道歉。刚才要不是我反应快，我还不知道怎么样呢。我辛辛苦苦教你技术，结果还背了一身污名。这机械厂我以后不能来了。林期末说完就要走，周晴顿时急了，他还想跟林期末学点技术。赵厂长听见动静也跑了过来。期末别走啊，我让周琴回家打的，不能因为一个妇人影响咱们机械厂的大事啊。厂长，刚才你没看见这女人进来就朝我肚子踢，下手太狠了，简直想要我的命，就得把她抓起来。赵厂长的脸也黑了，周巧兰要气疯了。我哪有踢你肚子，明明是你踹了我一脚，你肚子里的孩子要是老周的，生下来我给你养着。周晴气得都哆嗦了，回手就是一个大土豆，周巧兰抓着他的手就是一口，两口子打了起来。周琴是怎么跟他结婚的？他婆娘不讲理的气质都溢出脸了，只要不瞎都能发现吧。他以前也很知书达理，只是2人结婚10年都没有孩子，他才会变得疑神疑鬼。不过我听说他们最近正在闹离婚。林期末顿时就来了兴趣，他最爱听别人的八卦了。周公，就因为婆娘生不了孩子，你就要和他离婚啊？是不是有点太绝情了？当然不是，主要是我婆娘有点犯浑，她自己生不出来孩子，就想给我找个小老婆生，有违我做人的原则，我宁可离婚。赵厂长张大嘴，惊得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我怎么没摊上这么好的老婆？呸！我怎么没摊上这么混的老婆？再呸，是挺混的哈，他咋想的？他看起来嫉妒心很重啊，怎么可能会给你找小老婆？是，这里不合理，他是怎么想的呀？也不是真当我小老婆，他就想给人一笔钱，借别人的肚子生个孩子，这么麻烦干什么？干脆抱养一个得了呗。以周琴的家庭条件，你要领养个孩子，第2天门槛就会被踩破。我婆娘说就得要我的种，她想要个聪明的娃娃，真是奇葩，无语了。总之管好你老婆，别再来找林期末的麻烦。一定。
我让他回老家待着去哦。周晴带着她的婆娘离开了。赵厂长，你这事也给我一个交代，安全的问题不解决，我以后真不敢来了。咱们厂是保密单位吧？怎么什么人都能进来呢？林期末说完就走，赵厂长满脸通红，都不好意思拦他。我们厂不是什么人都能进来的，但是门禁也没那么严，不然林期末当初根本进不来，以后也遇不见第二个林期末了，那门禁就严起来。而被打的周巧兰越想越气，当即找到林期末的后婆婆。我要林期末肚子里的孩子，不管男女，只要是活的就行，到时候给你1000块钱。那可是1000块，我这辈子没见过1000块，为什么指名道姓要林期末的孩子？放心吧，肯定能办成，还有这好事呀。我先给你200块定金，事情办好了再给你800块。好的呀，我办事你放心。那我等你好消息，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。行的哦，你给了200块钱定金，你交代的事儿肯定办好哦。周巧兰一心想要个孩子，不管用什么办法都行。林期末的婆婆也是见钱眼开的，孩子还没生出来呢，人家就白给我200块钱，这诚意还有什么好怀疑的？我得快点拿到那剩下800块钱，上次明明就差一点了。死丫头一脸煞白，下面都见红了，竟然又保住了。张赖子还折了一条腿，只是因为女人没有上交工资，女人的后婆婆就惦记上了。于是女人找到公公解释道：爸，听说妈惦记上我们的工资。谁惦记你们的工资了？你爸不配花你们的工资吗？你们得给父母养老。高老三抽着烟没出声，他记得这烟是林期末送的。爸，我们当然是应该的，但是你好好想想，我们给的你真的花到了吗？高老三一脸疑惑。你大儿子寄过9次钱630块，这些钱换成你现在抽的烟，应该是3150盒，大米是3500斤，北大仓是315瓶，5头大肥猪。你吃过这些东西吗？高老三懵了，他一拍大腿，我也没吃过这么多好东西呀。那给你的钱花哪儿去了？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是啊，他花哪去了？高老三问到朱秋芳，这个家朱秋芳管钱，朱秋芳此时慌得很。钱都让你花了呀，你又是吃烧鸡，又是吃烧鸭，高价托人买，你还要吃糖，要吃630块能买250只烧鸡，500多斤糖。爸，你吃过这么多吗？肯定没有啊，这个臭婆娘敢骗我。高老三就要去吃了朱秋芳，朱秋芳被吓得喊道：别听臭丫头瞎说，账肯定不是这么算的，她说啥你都信。爸，你肯定没吃这么多，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钱没花完，那剩下的钱呢？对的，应该还要剩下的哦。高老三盯着朱秋芳问道：对了，还不止这9次的钱，还有之前给家寄的呢。林期末问到小姑子，小姑子印象太深刻了，那是家里唯一的活钱。你大哥第一次给家寄钱是多少？我记得大哥第一次往家寄钱是5块，1个月5块，后来就多了，1个月10块，再后来是15、20。第1年的津贴是每月6块钱，他往家寄5块，真是个大孝子。第2年的津贴应该是每月7块，他却寄10块。他去了最艰苦的地方，执行最危险的任务，这些是他的卖命钱。爸没吃到他的卖命钱，那这些钱哪里去了？林期末看着朱秋芳问道。高老三也拿牛眼瞪着他。我儿子的卖命钱哪里去了？你给我拿出来。能哪里去？不就在老地方藏着吗？朱秋芳朝林期末喊道，他还想替自己狡辩。你就是想知道我把钱藏哪了，你好偷吧，我偏不告诉你。实心眼的高老三又信了，他眼巴巴地站在哪里。藏钱的地方可不能告诉外人，谁都不行哦。说1000到1万，你把钱拿出来给我爸看看。朱秋芳一下子就没声了，高老三也不是傻子，这还说什么？还用说吗？我大儿子的卖命钱啊，我5头大肥猪，315瓶北大仓，3000多盒香烟，2500斤小烧，3500斤大米都没了。这还是最近的钱，这么多年加起来的钱，一共能买多少好东西，我都不敢说。你给我说清楚，钱到底花哪里去了？朱秋芳又疼又气又心虚，只剩下喘气的力气了。众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期末，咋回事啊？我婆婆要我们的工资都给她。嘿，她好大个逼脸，怪不得挨揍，揍得轻了。孝敬父母是应该的，我们子女应该给我爸花钱，都给我爸，我们也愿意。高老三眼眶都红了，众人更是好听话不要钱一样。老三，你可摊上个好儿媳，你这是先苦后甜的命，苦尽甘来了。我家的要是能有林期末1分，我做梦都能笑醒。给我爸花钱我没意见，就是这钱没花在我爸身上，我就问问这些年都花哪了，家里还剩下多少钱？结果1分没剩。1分没剩？怎么可能？高原每次往家寄钱，我们都知道寄多少钱。有人把账算得明明白白了。高老三在村里人缘不好，因为大家都嫉妒他，还觉得他不实在，就怕他们借钱。当然他们真来借，高老三也不会借。朱秋芳指着林期末，好像随时要被气死。爸，你就是被骗了。他2个哥哥拿什么娶媳妇盖房子？听说张赖子家去年都盖了新房子。爸，你说他们家穷得很，哪来的钱？你想想看。高老三牛眼瞪圆，眼睛顿时亮了。张赖子家的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根本没有的事，
我哥哥家娶媳妇盖房子，哪是人家自己挣的钱？是啊，我怎么没想到朱家以前穷的什么似的。但是他们家这几年盖了2个新房子，娶了3个儿媳妇，怎么也得花个7、8百。还有张赖子，他家也穷得要死，怎么有钱盖房子的？我还以为张赖子的钱是偷的，我原来也这么想的，原来是朱秋芳给的啊，怪不得他肯听朱秋芳的话。他们啥时候好上的？张赖子那一头赖子，我看着都恶心，就这他都下得去嘴。林期末什么都没说，众人就给朱秋芳定罪了。张赖子盖房子的钱到底是他偷的，还是我婆婆给的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根本不关心。你们放屁，竟然胡说八道！高老三抬手就是一个大笔头，朱秋芳撞晕过去了。说谁呢？没大没小的，我看就欠收拾。快把他抬到卫生室去，让大夫给他看看，别出什么事。众人顿时看向林期末，这也太善良了吧？没事的，死不了，死了不正好清静吗？我当然不是关心他，我当初被他害的时候，真恨不得老天马上收拾他。他刚被我爸打了，我怕我爸摊上事儿啊，我还要给他养老呢。高老三终于忍不住哭了，偌大的糙汉一把鼻涕一把泪。快，送他去医院，可不能死了，我也不想吃枪子啊。高老三坚定道：爸不要你们的钱了，你们自己留着过日子，留着给我大孙儿花。我们回家好好商量，我们1分都不会少。高老三顿时笑了，他没想到的结果，婆婆得了一种奇怪的病，只要儿媳不上交工资，她就会倒地抽搐不止。可这次明明上交了工资，婆婆却发病晕了过去。这不会死了吗？赶紧去大医院吧。别死这里，到时候就麻烦了。林期末连忙掏出50块钱，塞到公公手里。爸，我兜里就这么多，你先带婆婆去公社医院，我现在肚子有点疼，我马上就追过去，不够我再想办法。公公带着婆婆到医院后，医生顿时一番忙乱，最后检查下来问道：病人是不是一激动，全身就会疼痛不止？对，医生，这是什么病啊？病人的胳膊有旧伤，只要用力过猛，就会刺激到神经系统。此时林期末刚好赶到医院，听到医生的话才反应过来。我婆婆找赤脚大夫接过骨，那大夫以前就是种地的，因为上过1年初中，就被选中当赤脚大夫，平时又看病又种地。那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？是让他就这么继续长着，还是把骨头打断重新接？现在我们没麻药了，要是打断重接的话，就得病人忍了。林期末一脸凝重，心里却要笑死，今天运气真不错。这么重要的事，你们自己决定，看我干什么？我能决定他的胳膊。看到公公不接话，林期末突然想起来了，婆婆那只胳膊当初就是他踩折的。这次我不管，你们自己选，跟我没关系，你们随便选了啊，选哪个我都挺开心，最好这条胳膊不能用，就让他疼个死去活来，我都觉得挺好啊。高老三无所谓的说道，他怀疑妻子背叛了自己。打断了重接吧，这样以后还能干活。不行，那多疼啊！你妈不能干活了，还怎么挣工分了？怎么养活你们几个拖油瓶？高强立刻举手反对，他就是个妈宝男。他看向林期末，现在家里挣钱的人也多了，不会像以前那么辛苦了。林期末会给家里钱，我就是给我爸1000、1万，那也是我们孝敬我爸的，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们可以挣工分了，或者靠你们的亲妈，或者那么多爷爷奶奶、几个好舅舅、好舅妈，还有张赖子。林期末以前不爱说话，他的话杀伤力太大了。高老三已经冲了过去，揪着高强的领子问道：说你妈到底有没有相好的？没有，我妈没有，我妈是被冤枉了。高老三不相信他，高强是个大孝子，他妈放屁都是香的，他要对高强严刑拷打一番。医生已经被烦得不得了了，你们家属快点做决定，现在到底是包上算了，还是把骨头打断了重接？我说的算，打断重接。高老三生气地喊道，医生立马就走。朱秋芳其实早就醒着，听见众人在吵什么了，她想说话发不出声音，她自己也做不了主了。现在这个关键时候，还是老公说了算，子女说了不算了。手术室里传来了非人般的惨叫，疼呀疼呀，救命啊，救命呀！一条胳膊折2次，也算是意外之喜了。林期末露出个微笑，卫生院又冲进来一群人，抬着个门板。他是当时华佗，可病人即将死在面前，他却见死不救。医生，快救救我的儿子吧！我就这么一个儿子。林期末定睛一看一愣，难怪不救，原来是张赖子。村民最烦的就是他，他还惦记别人家的媳妇，赖皮狗一样讨人厌。这要巧，怎么了？哎呀妈呀，咋砸的这么重？玉大把房子下塌了，正好压他腿上了。本来就有条腿不好使，现在2条腿都折了。高老三兴奋地跑过去，他是张家村的女婿，算是自己人吧。你这一脸幸灾乐祸，能不能收一收？妈呀，自膝盖以下都是血，姿势扭曲折的挺严重。高老三还在那咋呼，快推手术室呀！怎么回事啊？
他家房子不是新盖的吗？怎么下个雨就塌了？什么时候塌的？好像昨天下午天刚擦黑的时候塌的。就是说，好奇怪呀，他家新房子没帮着盖的，房梁用的都是好木头，很结实，按理不会塌。众人想到了之前的传言，他们有一腿的消息，不然实在没法解释朱秋芳为什么能指使动他。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可能是最近连着下雨，而张赖子腿折了，一直也没去做防护，到底撑不住了吧？很可能吧，除了这个还能是什么？昨天晚上的事，你们怎么现在才来呀？高老三就是明知故问，也有人跟他搭话。挖了一宿才挖出来，真是好木头，可沉了。手术室里传来了张赖子的惨叫，他叫的比朱秋芳惨多了。两人在一个手术室里，很快张赖子彻底晕了。医生跑出来喊道：“这个男的家属，他伤得太重了，我们处理不了，要么去大医院看看，要么就在这截肢。”什么呀？不能啊！医生，求求你救救我儿啊！不能截肢啊！不能截肢，没了腿他这一辈子不完了吗？张赖子的老娘一下子就瘫坐在地上了。现在不截肢化，他就到此为止了，希望也不大了。门口有辆车，能不能用小车送他去？小汽车1个小时应该不借的，谁来借都不行。好不容易把人干剩血皮了，我还能给敌人来个恢复术？胳膊肘往外拐的事情，我从来不干。这个女人就是林期末，众人顿时可以理解了，但是理解却不表示赞同。张家村的人也很团结，今天一群人送她来医院。这就是林期末，门口小车是他的，你可以请他帮忙送到大医院，腿就有可能保住了。张老太太一听是林期末，脸上的表情扭曲挣扎。林期末在这啊！小姑子突然窜了出去，挡在老太太跟前。球也不好使，别白费唾沫了，我嫂子还要上班呢，耽误了厂里生产，让国家损失几百万，你们赔得起吗？嫂子，我们快去上班吧。好的，我们走吧。张老太太一下就冲过去，挡住林期末的路。求求你，救救我儿子吧！之前的事是他不对，但主要也是你婆婆不对，是你婆婆指使他的，你已经折他一条腿了。现在他2条腿都折了，现在你行好，救他一条命吧！看得张家村的人于心不忍，你就救救他吧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他欠你的都还了，你怎么能见死不救？逼逼拉拉随便了，谁要是敢伸手伸脚，我让这医院的大夫忙不过来。林期末站在那里，看着这老太太在那逼逼逼逼吧，再求我几个小时，我就答应了，哈哈，就是不知道张赖子等不等得起。众人还没发现这个问题，只当林期末在犹豫，医生却等不及了。快点，到底送不送？不送人就流血流死了。陈医生，病人要不行了。医生立刻进了手术室，很快里面又响起惨叫。过了几分钟，门又开了，一个护士在门缝里喊了句：“男病人双腿已经被截肢了，你们快去交钱吧。”真是笑死人了，哈哈！这么私自做主的态度，一般家属也接受不了，但是我喜欢哈。现在也不用我送了，我可以走了吧？张老太太突然冲了过来，高老三控制住了张老太太。你发什么疯？你儿子是恶人，自有恶人报。你先别找我儿媳妇事。来，我问你，你儿子跟我媳妇到底咋回事？我跟你们拼了！咋回事？啥事都没有。我儿子长那个德行，谁能看上他？有人看上他，他早结婚了。你说的很有道理，他就是个无赖哦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这么欺负我们张家村的人？我看今天谁敢动，我可不是吃素的。张家村的人停下脚步，盯着林期末的肚子。林期末突然笑道：“我们厂里这2天招了30个临时工，一人1天能赚5块钱，这事你们听说了没有？”这件事情我们当然听说了，2个村里离得其实不远，甚至同属于一个生产大队。酸的，晚上都睡不着觉。我还打算再招30个人，就从张家村招。众人的气势变成了小绵羊，想开口问问林期末招他们行不行，又有点不好意思。爸，你回村就按照我的标准再招30个人。哦，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我办事你放心吧。高老三心里佩服的不行，一句话就拿住他们的7寸了。张赖子在村里的待遇，可能就是朱秋芳、高强现在的待遇。早起不骂完他们一顿，不能上班。我赶马车来的，用捎你回去不？不用，我开车来的。二舅，我是栓子，我妈是金花，你表妹的表姐。张家村的人围着高老三，就剩下个孤零零的张老太太。这一路上多说点好听的，工作就有我们一份了吧？哎，你们别走啊，留下我一个老太太怎么办啊？没走远的人都听见了，但是没人停下脚步。就张赖子是看在同根同族，他死去的老爹份上，不可能相请儿子似的伺候。张赖子算老几？患难见真情，没有患难的时候，根本看不见一点情分。爸，我还要上班，先走了。张老太太突然反应过来，朝林期末喊道：“你害了我儿子，你不许走！先前害他1条腿，现在害他2条腿，我……”高老三学着他的声音喊道：“我跟你拼了！来呀！
真是没个逼数，你一个瞎子拼得过谁？你走你的，别管他，这老太太交给我。这个渣爹还是有用的，爸，我给你带红肠和北大仓回来。路华慢点开，早去早回。张老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。张赖子很快从手术室里出来了，毕竟没麻药疼晕死过去了。朱秋芳看高老三的眼神，高老三想起什么突然回头，火气腾的一下就起来了。你这是什么眼神？等老子回家要是找不到钱，看我不把你娘家房子都扒了。老三，我饿了，你给我找点东西吃呗。吃，你就知道吃，你最好给我老实点，不然看我怎么收拾你。高老三没有留下伺候朱秋芳，他回去找他大儿子的卖命钱，结果存钱的铁盒子里只剩下3块2毛钱。高老三立刻冲去了张家村，而林期末在公社食品厂终于等到了他想见的人。这个女人简直太无耻的了，就因为舅舅是县食品厂副厂长，她就无视任何人，并且还张口就骂人。这么埋汰的地方做出来的蛋糕能吃吗？这是休息室，又不是生产车间，生产车间肯定干净得很。林期末想见的人来了，县食品厂副厂长鲁明，还有他外甥女陈丽华，他们坐在休息室里，看着周围简陋的环境。我们参观一下生产车间吧。不好意思，这个不方便，我们生产车间不许任何外人进入。林期末的表情不喜了，招待的心思也没有了。我们县食品厂经过讨论决定，让罐头厂接纳你们食品厂，你们10几个人过去。郭大军任厂长，你和陈丽华同志任副厂长，其他人员的任职你们自己决定。林期末顿时看向陈丽华，他一脸得意地抬起下巴。两人之间没有什么矛盾，只是八字不合，互相看不顺眼。一个40来个人的小厂，有4个厂长，不合适吧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们一个10个人的小厂，还2个厂长呢？那40个人的厂，有8个厂长都合适。陈同志真会算账，那省食品厂1万多人，是不是应该有2000多个厂长？一直坐在角落里的小姑子一下子就笑喷了。陈丽华顿时大发雷霆，就朝小姑子喊道了：这是什么地方？我们在说2厂合并的事，一个什么都不是的，你也可以旁听嘛！赶紧给我出去！小姑子哪见过这阵势，一下子就害怕了，缩着肩膀就要出去。我看没有合作的意思，竟然派这么个人来谈判，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。陈同志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这么直接的不给面子吗？回去没法和厂里交代了。什么合作？什么谈判？你们求我们收容好不好？我们是好心过来通知你们，还让你们的厂长继续当厂长，一个小媳妇继续当副厂长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你们就是贪得无厌。你们可以走了，这里不欢迎你们，我去哪里都无所谓。这些工人在食品厂干了一辈子，他们喜欢跟食品相关的工作。原来林期末的公社食品厂上级领导不能及时提供原材料，现在面临着2个厂要合并的问题。您回去跟李厂长商量商量，让我们去罐头厂可以，但不是他们收容我们，是我们接手他们的厂。他们厂长变为车间主任。至于这个陈同志吗？我们庙小装不下哦。还有罐头厂的职工，我们有绝对的任免权，他们可以回你们县食品厂。那不可能，凭什么？你以为你是谁？林期末根本不理他，只对鲁副厂长说道：以上几个条件不同意任何一个，我就跟骑士食品厂合作了，把威风蛋糕配方都告诉他们。卢厂长，慢走不送。你们公社食品厂没有原材料，就要面临着关门倒闭了。我们县食品厂好心收留你们，你们还有什么不满意呀？一个30人的小破厂，你们竟然还让他当厂长，我们还不稀罕哦，简直就是胡闹哦，我们是不可能答应的。这是你们不同意的，我们回去了，你们就不能反悔了。鲁副厂长黑着脸走了，陈丽华狠狠瞪了林期末一，谁来给这个女人一巴掌？只因舅舅是县食品厂副厂长，他们故意找到林期末要谈判，并且他还嚣张的张口就骂人。怎料这次林期末不是好欺负的，林期末找到县食品厂厂长告状了。李厂长，您太让我失望了，不想要我们厂就直说，何必派个人来骂我呢？骂什么？不可能吧？不会有误会吧？骂我人心不足蛇吞象，骂我贪得无厌。当初让我们2厂合并，不是说好的事情吗？原来是我贪得无厌，我们还是不要合作了，我找其他的厂合作好吧。李厂长背对猛啊，但还是有点怀疑。鲁明不是鲁莽的人呢，怎么会说这种话？他就是心里想，他嘴上也不会说出来的，不然这么多年不是白活了。不是鲁厂长说的，估计他不好意思，他外甥女陈丽华说的，他还要来当个副厂长。李厂长头皮都要气炸了，他感觉林期末也太强悍了。李厂长，我要这厂的自主权，您就找个看我不顺眼，张口就骂我的人当副厂长是什么意思？我没让他当副厂长啊，我让鲁明过去商量的合并，没让他带陈丽华去啊，肯定都是鲁明自己的决定，我会严肃批评他的。林期末不管他说的真假的，有他现在这句话就行。原来是小人搞鬼，那贵厂到底是怎么决定的？
我知道你的意思，本来那厂就要倒闭了，你去了把他们救活了，人少就更好管理了，还是按你的要求办吧。你当副厂长呀，原来的厂长你自己看着办。本来想着原来的厂长当副厂长，但是被林期末一顿怼，还有点不敢说了。他们就觊觎微风蛋糕，这2天微风蛋糕更火了，都要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。关键是每天卖1-2万个。林期末投靠了别的食品厂，本省业绩第一就不一定了，我不能从第一的宝座上下来。有李厂长这句话我就放心了，那我就自己看着办了。不过麻烦您再通知一下，我怕下达了错误的指示，会造成什么误会。很好的，我知道了，等他们回来了，看我怎么骂他们。我让他们写检讨。林期末嘴角微微笑了，这个李厂长很上道吗？就写个1万字的吧，我看看反省的深不深刻，不行的话还要重写的哦，1个星期之内交上来。女人计较起来真的很可怕，千万不能得罪这个林期末。重要的事情别指望敌对关系传话，他们嘴里能有什么好话？一句话说出来都变味了，但凡事情一定要亲自说。林期末满意的与李厂长道别之后，不久等他们回来之后，就来李厂长这汇报工作。还没等他们开口说话了，李厂长就询问起来了：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商量合并一切还顺利吗？哎，我是没脸说了，他们太欺负人了。鲁明叹口气，还抹了把脸，把眼睛搓通红。我们竟然让人撵出来了。让小陈跟您说吧。厂长，人家不稀罕合并，一听说是个罐头厂，二话不说就把我们撵出来了，根本没把省食品厂放在眼里。李厂长当作什么都不知道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俩。厂长，我们不能惯着他们，直接没收了他们的原材料，然后调我们厂里来了。他们成省食品厂的人了，还能把到手的铁饭碗砸了？他们肯定屁颠就来了，我们何必听小媳妇瞎指挥？陈丽华说完，看着李厂长，他顿时笑了。他说的都在了点子上了。好，你好样的。厂长夸我了，厂长也觉得我说的对，但是厂长怎么不笑，眼神还挺吓人。陈丽华和鲁明对视一眼，突然感觉心里不妙。好个小陈啊，竟然做起我的主了，教我怎么当厂长了。难怪你也想去当个副厂长呢，你觉得在办公室里委屈你了？李厂长怎么知道的？不会有人偷偷告状吧？你去车间当个普通工人，再写1万字检讨，1个星期交上来。陈丽华顿时慌了，鲁明就要帮着求情。还有你严重违反了纪律，竟然任命自己亲戚当副厂长，你也写1万字检讨，1个星期交上来。李厂长生起气来，真的很可怕的。这还有啥不明白的？肯定是有人先告状了，厂长是站在对方的一边，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。与此同时，林期末回到食品厂，他通知厂里所有人，大家今天就开始收拾东西，后天我们就要搬到新厂去了。好歹呀，林厂长也太厉害了，我们跟着林厂长吃香的喝辣。女人终于接手要倒闭了工厂，结果她刚来就吃了个下马威，并且所有员工整齐的嚎开了。信厂长，你给我们做主啊！我们3年的工资没发了，家里实在解不开锅了。你把工资要回来啊！我们10年没发福利了，你给我们补回来啊！林期末脑袋嗡嗡的，小姑子一看他表情不好，立刻站到他身前喊道：都闭嘴！简直胡说八道！怎么欠3年工资不发？那之前不去闹吗？现在才来闹吗？还补10年没发的福利，把上辈子福利都补了呗，当我们是软柿子。他的嗓门很有威慑力的，一会大家又继续开嚎，又把刚刚的嚎了一遍。信厂长，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！林期末看出来了，他们就是想到，我有件事跟大家说一下，你们不想合并的话，可以到省食品厂工作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省食品厂怎么可能要我们？我们早就要倒闭了，求他们收我们，他们都不收。你是骗人的，我们不会相信你的。我们已经商量过了，我说话好使呗。人群彻底安静了，再没有反驳的声音，大家都忙着眼神交流呢。李厂长竟然都听他的，很可能他说是真的。他这么年轻就当副厂长，还把我们原厂长挤下去。李厂长过来给我们训话，让我们听新厂长的话，还点名听新副厂长的话。你们不想留在新厂，现在就去找李厂长，工资我帮你们追回来。补10年的福利不可能，如果你们去那边入职，能赶上他们的福利，闹事话请离开吧。很多人心动了，并不看好什么新厂，他们不知道微风蛋糕食品厂，只知道是个公社食品厂，现在骑到他们头上来。10个人的公社食品厂要压在我们30人头上，还把我们老厂长挤下去。哪么出来要当我们厂长？昨天下午李厂长来通知，我们厂长不能当副厂长了。虽然不知道闹了有什么用，反正不能让新厂长舒坦，自己闹到省食品厂去了。听上去还真不错啊！大家都干什么呢？众人露出害怕的表情，整齐的列成了2队。小姑子都看傻眼了。你就是新来的副厂长，你说李厂长都听你的话，你能让我们都
都去省食品厂。这位就是于厂长，于厂长让他们闹事的。30个人同时喊道，整齐的就像训练过，正规的军事化训练。没有，不是的，我们都是自愿的，不关于厂长的事。我没有让他们闹事，但是他们背着我闹事，我肯定也有责任，请新厂长处罚。这制度我挺不适应的，不过军事化管理有时候是真有用啊。郭大军管10个人都费劲，谁生气了都能甩他脸子。我需要一个能御下的人，我只需要御他就可以了。林期末使了个眼色，小姑子立马在林期末身边。工资怎么也发不齐呢？不是财政发工资吗？难道是省食品厂扣了你们工资？我们的货卖不出去，货款也收不上来，压了我们1半工资，让我们把货款收上来当工资。那有多少货款没收上来？欠款的都是谁？一共有33348块钱，欠款的就是供销社。谁知道是真卖不出去，还是假卖不出去？我们的罐头没那么难吃，好歹也是个水果罐头。他们就是看我们好欺负，专门坑我们，卖了不给钱。林期末又问了一些问题，这个罐头厂算是基本了解了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走啊，我们一起去。你拿着账本跟我走一趟，我把这些烂账给你要回来。哦，好的。众人看着林期末，觉得他真能吹牛。于宝来立刻回神，但凡有一点希望，他都不会放过。女人第一天上班就欠厂里员工5万块，只因他接手破产的工厂，工厂已经3年没发工资了。于是他找到供销社的大院子，几个供销社的领导一看，他们认出了于宝来了，还没人认识林期末。难道于宝来把我们告了？领导们，我们进去谈吧。林期末拿着账本说道，几人慌乱的跟他寒暄。社长看了于宝来一眼，我说了那么多话都没用，有100个理由堵我的嘴，今天我也不用说了，让我们新厂长说吧。我们罐头厂整改合并了，我是他们的新厂长林期末，我今天是过来要账的。几人对视一眼，感觉真的假的？要账？要什么账？我能要什么账？要这3年来欠罐头厂的账，一共是53348块钱。社长刚要开口说话，林期末笑了一下，你要说什么？对不上账？肯定是账对不上的，对上了合情合理的，怎么会不结账呢？既然你们的账目混乱，我让专业的人士来查查吧。众人表情顿时各异，不可思议地望着林期末。想查我们的账，他在吓唬谁呢？他以为他是……于厂长，你在这等着，我去找一下表哥。哦，好的呀。林期末直接去了纪委办公室，陈东迎了过来，跟他寒暄几句。今天有什么事呀？怎能想起来找我呀？就是单纯顺道来拜访一下陈领导。叫什么陈领导？叫叔。你应该叫我叔，还是应该叫我表哥，还是叫叔吧？哈哈哈哈！金鳞岂是池中物？我这叔当的荣幸。我就是顺道来看看叔，今天忙2场合并事儿，我要去供销总社要陈年旧账。好的呀，那你快忙去吧，我去打个电话。与此同时，林期末回到供销社，就看见大家都小心的听电话。是，小陈来了。没有，我们哪敢为难他？烂账没有，我们账目清清楚楚的，是欠了罐头厂一些钱，那都是有原因的，我们这就还上，立刻马上。好的，我会处理好的，领导再见。供销总公社社长挂了电话，林期末嘴角扬起了笑容。当领导的都有颗七窍玲珑心，我去供销总社要笔陈年旧账，我果然没有白说了。表哥掐着点打电话了，当然他肯打这个电话，是我自己分量足够了。王科长，你带于厂长去财务室拿钱，1分都不能少。我记得这个王科长都是他出面搪塞的，我见不到社长的面，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呀。他感慨地看着林期末，一会他抱着一兜子钱。那咱们现在就2清了，希望大家继续合作愉快。我本想跟领导搞好关系的，谁知道发生了要账的事情，谁知道又多了个表哥表叔。既然能站着搞好关系，总比低头弯腰强啊。社长看他放弃查账的事情，他的心里也松口气。看来只要别赖他的账，他管得也不宽。今天谢谢各位领导了，今天我第1天上班，就想帮工人解决难题了。他忙忙碌碌的，都是为了别人啊，他真是个好同